1934年，由于三星堆在老百姓耕作的时候发现了一坑玉器，就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1934年，距离殷墟的发掘并不久啊，它是中国发现的比较早的都城遗址，也是做考古工作很早的都城遗址，比殷墟晚不了几。另外呢，金沙晚一些，金沙是上世纪1995年才发现，刚发现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因为我们首先发现的是宫殿区，成都市在扩展的时候，在做房地产开发的时候发现了宫殿区，当时不知道是宫殿区，考古发掘了他们要占下的一块地方以后，就还给了开发商，一直等到祭祀区发现，才发现这是一个都城遗址，非常重要，才开始采取保护措施。不过呢，三星堆金沙从考古圈走向公众，那是1986年。1986年，三星堆发现了2个坑，1号坑和2号坑，里面装满了有青铜、玉石、黄金、象牙这样的珍贵文物，而且这些文物还和中原不太一样，所以这就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极大关注。那个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发达的媒体，但是就是通过平面媒体，像《光明日报》，那个时候三星堆的这个发现已经传遍了国内外。好，所以说要站着不动。那么在那以后，实际上我们国内外都知道了三星堆。三星堆从考古学家的象牙塔走出来了。到了2020年的时候，我们又发现了6个坑。现在这个媒体非常的发达，一发现就引起了国内外极大的关注。中央电视台有非常重要的摄制一直跟踪它的发掘，所以它的发掘的每一个阶段都万众瞩目。当然，可能有朋友说，为什么1986年发现2个以后不接着挖？是不是你们考古学家早就知道要过一段时间来放个卫星？实际上不是这样。考古学家一直怀疑1号坑和2号坑里面有很多残缺的东西，尤其是2号坑找不到缺的那一部分，一定还有东西埋在其他地方。当时就怀疑2个坑中间有这么宽的距离，是不是还有东西？不过呢，当时嘛，因为要发展旅游，三星堆成立了一个旅游公司，就在那个地方堆了一个假三星堆。开始是砖瓦厂堆的是砖瓦厂的那些主机，那些遗址，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假堆子，那个堆子堆得比较高，专门派去的钻探的工人，他以为已经钻到足够的深度了，实际上深度不够，没有钻到坑口，就认为没有，所以过了很多年，大家还是不放心，就围绕着那个假三星堆周围开沟，因为三星堆那已经成了一个旅游的一个标志物，也是个国家资产，建设了你还不能把它挖掉，所以只能在周围进行开沟。很巧的是，其中一个沟就够到了有一个坑的一个角，挖下去，里面就出土了青铜器，还有金器，就知道和以前的1号坑是一回事，所以这才下决心拆除掉了那个假三星堆。这个当然要经过一系列手续，
然后开始了新的大发掘，才有现在三星堆这些新发现。好，刚才的说了一段开场白，进入正题，介绍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基本情况。首先，我们介绍三星堆遗址的概况。通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和考古研究，现在学术界对于三星堆遗址已经有一些共识。这就是三星堆遗址，它是一处延续时间长、空间范围广的成都平原中心遗址。这个遗址里面包括了3种文化，就是宝洞文化、三星堆文化和12桥文化。这3个文化是前后紧密相接，以至于我们从哪把它分开，专家就有不同的认识。但是这3个文化大家都是认可的。另外呢，也有从不同的层面来理解这些文化的。好比宝洞文化，大家都认为它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新石器末期的文化，这个没问题。后面的三星堆和金沙的关系呢，就有不同的看法了。有的认为是2种文化，这主要从陶器群来说；有的认为它是一种文化，这主要是从都发现了祭祀遗址里面有很多相同的一些上层建筑的东西，以及上层建筑的表现，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但是无论哪种说法，这三星堆到金沙，三星堆里面有宝墩，有三星堆文化，还有一个和金沙相似的文化，不管它归到三星堆还是归到12桥，这个认识是一样的。它们的年代范围，大致在公元前2500年，也就是龙山时代，相当于中国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一直到公元前900年前后，相当于我们西周的前后期。我们知道夷王元年天在旦于正，这一个著名的天象是公元前899年，那么公元前900年就差不多是夷王，周夷王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周王朝的国力已经衰落了，正好是一个从盛到衰的这么一个转折时期。那么三星堆遗址的一个基本情况，我做了一个言表，把它分为3期，每一期，它下面的一些重要的遗迹，都列在下面。但是在三星堆遗址里面，三星堆文化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文化又可以明显的分为前后2期。前期它里面的文化因素有很多2里头文化的东西，还有齐家文化的一些因素。但是到了后期，里面就来了好多商文化的因素，尤其是青铜器。我们现在我们知道的三星堆的这套东西，都是就是三星堆晚期的东西，就三星堆文化晚期的。我们看见的那些宗教祭祀用品，几个器物坑里面出的东西，全是晚的，都是和商文化发生接触以后，形成的东西。关于三星堆文化的主体前后的变化，我做了一张图，我们看上面那张图，就是它早期的东西。里面的青铜器很少，只有那个镶嵌绿松石的牌式，这样的青铜器。另外，玉器的数量也不及以后。但是到了晚期，我们看那种青铜的礼器，就是尊镁这些，就出现了。另外呢，出现了
更多的玉器。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三星堆的这些组合铜器，把人像、动物的形象、植物的形象，乃至于器物的形象，把它组合在一起，这个都非常的怪异。这样的东西全部都是三星堆文化晚期的东西。三星堆遗址在第二大期，也就是三星堆文化之初，它是在原先的一个宝墩文化的聚落的基础上，就是通过改变水系，通过挖城壕、修城墙，把它围合起。刚开始的三星堆城只有一个小城，也就现在叫做月亮湾小城，或者叫做三星堆西北小城，就是那一个小城。其他的人住在这个小城的周围，只有像国王、贵族这些住在这个小城的中间。这个时候，还有一条河流，就是从延续下来的，从北面的鸭子河流到南边的马路河，它就围绕的在这个河的这个河边上，修筑了这种城。所以我们看三星堆早期的城，它不靠着大河，它是坡地的一段距离，实际上它是靠着河的，它是靠在两个河中间的联系的这条河上面。到了三星堆的第二大期，也就是它的早晚期之间，的年代大概相当于公元前1400年前后，三星堆人开始大规模的扩建他们的城市。这个时候，就是这种扩建，它一方面向南一直扩建到靠近古马路河的位置，向东扩建了一个城区的位置，并且向北抵到了鸭子河，然后修城墙，把整个这些城围绕起来，形成了一大城三小城这样一个局面，就是里面有一个小城。另外呢，三星堆人通过水利建设，开始重新规划饮水设施。这个时候，河流的水就从西边一直贯通向东边流去，形成了有河流把城市分为河北区和河南区这样的一种景象。在三星堆遗址第二大期，也就是三星堆文化的末期，原先位于三星堆西南小城的国家宗教的场所就遭到了破坏。我们看见的三星堆的宗教祭祀的这些器物，它原先不在这个地方的，它是在它的北边，也就是城里面，那个小城里面的神庙里面，或者在城里面和北边的河之间这么一个位置。但是由于神庙因为某种原因被烧毁，这些器物被砸毁，所以后来的三星堆人把这些受到毁坏的东西运出了城，运到这个南城墙外面，找了一块地方，平整了一个场地。这个场地啊，有大概140-150米长，就是40-50米宽这么一个场地，然后在上面挖了6个坑，有规律的把这些器物埋下来，后来又补了2个小坑，把那些没埋完的东西给埋进去。这就是形成了现在我们所发现的三星堆器物坑。三星堆器物坑是这些器物的第2场所，它本身的原始的场所并不在城外，而是在城内。
刚才我们简要介绍了三星堆的情况，下面我们介绍金沙的情况。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遗址兴起的成都平原的中心遗址。这个遗址也包含了3种文化，哪3种呢？最早的就是三星堆文化与12桥文化的一种过渡文化。第2种就是12桥文化，第3种就是新伊春文化。新伊春文化也有人说是12桥文化的晚期，它是12桥文化向巴蜀文化，也就是战国时候的成都为中心的文化的一个过渡的阶段。这个遗址它和三星堆遗址一样，有一个主体文化，它的主体文化就是12桥文化。12桥这个遗址在金沙遗址的南面，更靠近成都城，就在成都城的边上。成都城那边有一个城门，工会门出去，就是这个遗址。那么这样的一个文化，它的年代大概是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900年。我这里没有算新伊春文化的年代，因为新伊春文化的时候，它已经不是都城了，都城迁走了。如果算都城，如果不算都城，它会延续到公元前大概600年左右。我把金沙遗址也做了一张分析表，这个分析表我也是把文化、年代和重要的遗迹把它列出来，供大家参考。就在金沙的时候，也就是相当于商代的末期，穿越巴山和秦岭的古道就开通了。这条古道就是后来的古蜀道。现在我们有一个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就是蜀道考古。通过蜀道考古，有更多的资料证明这个蜀道开辟于商代末期到西周初期之间。因为我们在这个蜀道的沿线发现了一系列和周或者是先周以及和蜀相关的东西。文物上入。根据文献记载，在商周之际，随着周王国的兴起，周边的这些古族古国也都有一个站队的问题，我继续站到商王朝这边还是站到周王朝这边？西面的这些古国古族就站到了新兴周人这边，跟着周人一起去灭商。在留下的古代文献里面，就是《尚书》里面有一个篇章叫做《牧史》，就是周王带着周国的军队以及他的同盟国有8个，就是牧氏8国。这8国在殷郊牧野进行实施，跟商纣王的军队进行决战。在决战的时候，周武王就说：“免了西楚之人。”然后就数了8个国家的名字，庸蜀羌毛回卢彭蒲8个。那么蜀国就是第2个国家。那么蜀国它是三星堆还是金沙？现在看来，从年代看来，更像是金沙。应该是金沙这个古国参加了周武王的灭商之战。那么参加这样的胜利者的一方的战役，当然也就会获得战利品。战利品里面就有青铜器，战利品里面就有周王封赐给这个金沙古国的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就在宝鸡，所以在宝鸡我们就看见好些和四川有关的东西，
就在这个古蜀道的口上，就是宝鸡余国墓地。随着金沙的人和周人的交往，这样的日益密切，来自于商和周的青铜冶铸技术也就传到了四川，就改变了四川青铜文化的一些因素，其中就有礼器的改变。三星堆人他最喜欢的礼器就是那个大口的尊，红尊。你看他的好多器物上，还有人的头上都顶着尊。但是金沙的人，十二桥文化的人最喜欢的不是这个铜器，是另外一种带盖子的铜器。红尊是口很大，香气酒的香气可以散发的这样的一种酒器。另外一种酒器带盖子的铜垒，它恰恰是一种储存酒的铜器，那么盖子一盖它就闻不着了嘛，有利于保存。但是呢，在用的时候要把它转到其他器物里，人们才能使用。古蜀人或者是金沙人，他们所使用的这些青铜器，就跟三星堆人不太一样了。金沙人的中心都城就在成都市西郊几公里的4公里左右的金沙遗址边那个金沙村这个地点。实际上它跨越了2个村，北面是黄忠村，就是《三国演义》里面那个老黄忠，南面是金沙村。但是金沙发现的几十遗址有名，后来就用金沙统一了这一南一北，这2个遗址实际上是一个遗址。这里也有2条河，在这个河的北面是它的宫殿区，那这个圈儿好像一调整这个幻灯比例就不好了，没关系，把圈移到后面那就是。城的北面是宫殿区，城的南面，就是这个河的南面是祭祀区。所以它的这个之所以把河北河南把它作为一个遗址，也是受到了三星堆的启发。三星堆的河的南面是祭祀区，河的北面是宫殿区，他们是一个遗址。三星堆的遗址有一个问题，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发现墓葬。三星堆人是怎样处理死者的，我们不是太清楚。烧了。但是12桥人，也就是金沙人，他们的墓葬就发现的比较多。所以从三星堆到金沙寺的丧葬习俗发生了变化。我们后来看见的四川的那个有特色的船棺葬，是从金沙开始。最早的船棺葬就在商周之际前后。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金沙遗址没有发现城墙。它当时有城墙没有，我们并不清楚。但是金沙遗址跟三星堆不太一样，三星堆在广汉这么一个比较小的城市的边上，还离城比较远。金沙遗址位于四川的首府成都边上，历代人们的活动非常的频繁，所以它上面有很厚的汉代以后文化背景。这些人们的活动对金沙遗址的扰动很大。会不会有城墙没有保护下来？因为当时的地面以上的部分已经被破坏了。最中间还是它本身就没有城墙，现在我们不能够确认。但是金沙遗址它的主要的功能区是位于一条叫做乌底河的这个古老的河流的北岸和南岸。北岸是宫殿区，南岸是祭祀区，这是
延续了三星堆文化的一种聚落结构。大约在公元前900年前后，12桥文化的古蜀国就出现了外部和内部的危机。在外部，古蜀国与周王朝的关系搞坏了。以前关系挺好，在周王姬房间还有一个他们的彩仪，但是后来这个彩仪就不见了。随之发生变化的整个沿着古蜀道的这些四川的这些聚落都不在，都收回去了。所以在以后相当的一段时间里，四川的人得不到中原地区的新的技术和艺术的信息，所以他们顽强地保留了西周早期以前的技术和艺术。所以四川这个晚期的东西好像很守旧，好像古老的兵器、古老的礼器都还在，还有一些古老的花纹，就是因为他们得不到补充，只有在原先的道路上继续的往前走。这种情况一直到了春秋中期楚文化进来才发生了改变。那么与这个相适应的也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随着金沙的衰落，整个成都平原，整个四川盆地的文化也衰落了。本来到处都是聚落，到处都是遗址，一下子遗址就变少了，只有很少的遗址延续下来。四川的文化从此走入了一个低谷，一直到春秋战国之际以后，才又有一个文化的复振。第二，我想介绍一下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关系。刚才我们介绍了三星堆，介绍了金沙，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我已说到了两个遗址之间的关系。金沙遗址作为都城，它是在三星堆这个都城衰落以后。三星堆遗址可以分为3大期，金沙遗址分为3期或者2期。两个遗址的分期是可以对应的，互相有一段是重叠的。可能有空调水。遗址到金沙，它既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和变化，同时发生了中心的转移。这种中心的转移，对于一个古代国家来说，就是都城的迁都，都城的变化。那么根据这个文化的变化、遗址的变化，我们可以做一张对照表，大致的这么一个对照表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说三星堆和金沙衔接的很紧密，中间就有一段时间是重合的。自从金沙遗址发现以后，很多学者一看金沙遗址的东西，就说它是三星堆文化的延续，因为很像。那么三星堆与金沙的关系，就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不少学者已经通过论证，指出两个文化是同一体系的延续。三星堆遗址，对金沙影响很大，以至于有学者就说两个是一个文化。虽然我不赞同，但是我认为他们两者绝对是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密切的关系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有相当大比例的物质遗存是相同的，显现出了金沙遗址对三星堆遗址、12桥文化对三星堆文化的一种直接的继承关系。例如，在城市形态方面，金沙的遗址尽管没有发现城墙，但整个的聚落它是位于一条大河，以整个河的南北两岸，一条河穿过自己的这个城邑，
在北面是它的宫殿区，南面是它的祭祀区，两者隔河而望。这种情况恰巧就是三星堆遗址的功能结构。第二呢，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有一些相同的宗教崇拜的对象和相同的宗教思想。我们都知道，金沙遗址最有名的那个文物，就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一个标志，四个鸟绕着一个太阳，四鸟绕日，或者简称为太阳神鸟。太阳神。那么这样的一件文物，它当时可能是在一个更大的器物的中心部位，周围还可能有表现月亮的这样的癞蛤蟆、青蛙。所以三星堆里面出了好多个这样的金饰。我曾经做了一个复原，在2003年的时候金沙陶真，但是由于我当时没有做论证，我就直接把它做到这个书的扉页上作为一个装饰品，实际上代表了我对它的一种复原。那么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太阳鸟。我们在三星堆里面也能够看到，三星堆有很强烈的太阳崇拜的思想，并且呢，有把太阳比喻成鸟，或者是鸟是太阳化身的这样的做法。我们看三星堆有好多像大车轮子一样的东西，大家都说它不是车轮子，因为它那个轴没法穿过去。它应该是钉在墙上的一种太阳的标志物。像这样的标志物在三星堆里面还比较多，有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还有相同造型的神像。尽管金沙遗址没有发现神庙的埋藏，三星堆是神庙的埋藏，说明里面东西都很大。金沙遗址是一个祭祀的场所，它里面只有自成祭祀的那些玉器和其他的祭品，没有大件的青铜器。青铜器都是旁边的手工业作坊那些准备回炉的残件，但是在它里面的小器物里面，我们还是看见有相同的东西，比如这一件玉石的神像的侧面，这个神不是大神，而是小神。大神他都是慈祥的，是带着笑意，没有獠牙。这个小神是呲牙咧嘴，里面的獠牙是露出来的，而且他的耳朵也没有大神伸得那么长，眼睛也不像大神像个柱子一样的伸特粗，有点突出，但是出子不大。这样的小神在三星堆发现了好几个，最著名的就是这个呈倒立飞天状的小神，他的脚像鸟的爪子，下面踩着2朵云，代表着他从天降下。这样的小神不可能是很主要的神，他是神的护法，替神服务，所以他头上顶着器物，上面爬着一条龙，龙上面才站着一个国王的形象，他的地位是比较低的一个神。这个神相当于现在的什么神？我们到庙里去看，庙里的那种护法神，一般都比较附魔，做愤怒状，使大家感到害怕，尤其是那些对神不太尊重的人，感到害怕。他就是这样的一种神。第三，三星堆遗址还出土了金沙遗址还出土了与三星堆遗址相似的这样的一些红眼睛。我们知道三星堆好像喜欢眼睛，他们的墙壁上可能钉了好多眼睛，画了好多眼睛，还有眼珠子。金沙虽说不是神庙，
我们在里面也发现了红眼睛。我们看这边是金沙遗址的铜眼睛，这边是三星堆遗址的铜眼睛。把眼睛单独出来，这个符号给它一些特殊的意义。这个意义是什么？有可能是光明，因为在古代的神话传说中，有的神眼睛一睁开天就亮，眼睛一闭上天就黑，打个喷嚏就打雷，就下雨，像这样的能控制自然现象的大神，那么他的眼睛也与众不同，尤其是眼睛，光明和我们关系最大，它给我们暖，给我们的农业提供光照，没有它，没有光我们就活不成。所以说，三星堆人特别的崇拜眼睛，金沙人也是这样。第四，金沙和三星堆统治者他们的族徽是相同的，是一个族群不同分支的延续。三星堆和金沙都出土了黄金的带状物，三星堆的我们都认为是一个金杖，金沙的比较短比较窄，我们认为它可能是金冠的装饰，但是上面的徽号都是相同的，都是有箭射的鱼身上，旁边有一只鸟，还有一个人头的形象。这个人头的形象，三星堆金杖比较具象，金沙比较抽象。金沙就表示一个圆，好像个太阳公公的形象，但是我们看得出来，他们两者之间这个族徽是基本相同的。第五，三星堆金沙国家和三星堆国家统治集团的族属构成好像有相同的地方。三星堆的统治者有两个族群组成，一个族群头发不扎成辫子，而是把它梳在头上，用发簪或者用带子把它扎起来；另外一个族群也梳一个大辫子，就像满清的男人一样。这两个族群到了金沙的时候，好像前一个族群不见了，好像只有后一个族群延续下来，因为金沙的这一个带辫子的人也在做宗教活动，而三星堆的人都是不带辫子的人做宗教活动，所以我觉得金沙的人好像把两种权利合而为一了。但是无论如何，三星堆人有带辫子的，金沙的统治者也有带辫子的，这是两者统治阶级构成相同的一种物质体现。第六，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不仅统治者有相同的发式，可能是相同的族群，被统治者好像也是一样的。三星堆曾经出土过，后面是带一个小辫子，其他头发被剪掉，从中间分开，好像是一个大分头，头上像顶了一本书一样，顶了一本翻开的书一样的这个头发，这是当时最低等级人们的发式。这些人往往表现成跪着的姿势，两个手被绳子反捆在身后，而且不穿衣服。金沙也有这样的人，金沙这样的石头人还发现的比三星堆更多。在出土现场和这样的人一起出土的还有石头老虎，其中有一只老虎正好咬在其中一个人的脖子上，在出土现场上，那个是究竟是偶然的放在那儿，还是他要表现一种意思？那可以做不同的解释，但是这些人的地位很低下，是三星堆金沙社会的最底层，这也是可以肯定的。此外，
金沙人具有与三星堆人相同的审美观念和材料印象。除了喜欢用青红铸造神像的脸面和人的头部以外，都喜欢用黄金来装点人的皮肤，主要是脸的皮肤，因为身上要穿衣服，就跟我们现在到庙里去看我们的那些神像，还要装金，装金往往是装在脸上，有的是装在手上，脸和手，都是皮肤的位置，它是用黄金来表达有一类人他的皮肤，我们都认为它是黄金面具，不是面具，就是一个很薄的金板，它不能独立存在，它就是一个面皮，黄金的面皮，所以它眼睛这个地方它是流出来的，就是那个头发的地方它都流出来的，因为它不是皮肤，凡是皮肤的地方，包括脖子的这个有些地方，它都装了金，但是不是皮肤的就没有装金。这两种东西在金沙出土，在三星堆出土。三星堆出土的数量更多，因为金沙还没有全面的发掘，只把上面发掘完了，和工程相关的发掘完了，就盖博物馆了。所以我们只发现了2件，在三星堆出土的更多。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用黄金是很少的。早期我们说到金，战国以前说金都是指青红，直到战国以后，金才是黄金。所以金在上古时期它的用量是比较少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有这么一种观念，认为中国人重玉不重金，但是实际上也还是重金，只是金的资源那个时候比较少而已。三星堆的黄金技术，我顺便多说一句，并不是太高，它垂叠不到很薄的地步。现在我们如果去到南京江宁，去看我们的这个黄金工艺，我们可以垂得非常的薄，我们比清代给佛像装金的那个金可以薄3倍，不止。清代已经很薄了，但是我们现代的这个金箔可以做得更薄。所以说他们金饰的工匠，你如果他店里去，他给你端上一杯酒，里面撒几个金片，我们都不敢喝，虽然喝他说没事，很薄很少一点。就是我们现在的工艺比以前的工艺还是不知进步了很多倍。三星堆人的这个黄金工艺还是不是太高的。三星堆文化阶段的三星堆遗址与12桥文化阶段的金沙遗址，两者尽管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也存在着不少不同的文化思想。正由于这样的不同的文化思想，使得三星堆遗址的第2大区域、第3大区我们是把它分开的，也使得金沙遗址从发现开始，我们就把它作为和三星堆文化不一样的一个文化的代表。那么这些不同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呢？首先，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的最具代表性的器物种类，无论是陶器还是铜器，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从陶器来说，三星堆的陶器就是比较高、比较杂，种类多，好像放不太稳。我们称之为小平底器，平底还小，它就放不太稳。但是金沙遗址更放多，出现了一大堆，就12桥文化的陶器，出现了一大堆尖底器。你看尖底的就放不稳了，必须有个器座才能放稳。这个器座有陶的器座，也有竹子编的器座，才能把这个尖底盏、尖底杯、尖底罐放稳。另外呢，还出现了环底器，底下都不是平的，是无形的，一放就要倾斜，这样的器物。所以三星堆和金沙它们的器物是不太一样的。另外呢，
从红旗来看，金沙遗址就是12桥文化的人们，它的青铜容器从尊，主要是尊变成了垒，两者的主要礼器是不一样的，而且12桥文化的这一种铜礼器对后面一直有影响，一直到战国时候的巴蜀文化，他们的铜礼器还有铜垒，而且我们看见巴蜀的有一个很高等级的一个官僚的一个印章，在四川的新竹县出土的，这个磨刀的很厉害，椁石里面就剩了2枚印章和陶器，那件陶器，那个印章上面最中心就放在一个垒，上面放着铠甲，两边是那个青铜的钟，2个人抬着这个垒，那个你看它的这个印章上面还突出表现铜垒，因为在这个墓里面的窑坑里面出土了好多一组的器物，一组是巴蜀的，一组是楚的，一般数量都相同，都是5件或者2件，里面就有5件铜垒。到战国中期，铜垒还在沿袭，而且猛一看跟西晋的差不多，仔细看不是西周的，还是这个样子。其次，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的，就是三星堆文化时期的统治阶级的构成和处理石子的方式不一样。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三星堆的统治者是2个集团，宗教的神权贵族还有相当的力量，但是到了金沙的时候，这个神权贵族就已经衰落了。这个是我们古代的一个普遍规律，开始神权贵族的力量都很大，逐渐的神权贵族就边缘化。我们看殷墟好像那个真人集团好像还很强大，但是最后决定这个神的启示是什么，王决定，王占有。到了三星堆的晚期，肯定是王权占了上风。我等会儿还会说到，但是再往后，这个神权这些真人呐、巫师啊，都逐渐的边缘化，最后就变成了断供道士、民间江湖上的东西，从权力机构中彻底的排除出去，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普遍的规律。在三星堆的铜人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出现了一种集权的这样的一种现象。金沙出土的小铜人，头戴着太阳的光环，腰里面插着一柄权杖，好像做的姿势也在做这种跟三星堆大铜地人这个神权贵族做的姿势好像是一样的姿势。所以我很怀疑，到了金沙的时候，2种权力已经高度的集中。三星堆文化时期的这个三星堆遗址，一直没有发现单独的墓地和规模化的墓葬。三星堆文化如何处理死者，现在是个谜。考古学家一直在找，在城内钻探发掘，在城外钻探发掘，希望找到规模化的墓地，因为比三星堆早有墓地，比三星堆晚有墓地，恰巧三星堆文化时期没有墓地，但是到现在都没有找到，所以我在推测，三星堆人不可能不死吧？他怎么处理他的死者？不外乎土葬、火葬、水葬。我很怀疑三星堆人是水葬。在宝墩文化向三星堆文化转化的时候，有一支强力的使水葬这个葬俗的力量进入到三星堆，改
变了三星堆的聚落的它的藏数。水葬当时的水葬可能是比较原始的，就是在河边，在用真正的船把死者的遗体运到彼岸。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的仪式化，后来就不用真正的船了，而是用独木舟，用像棺材一样的船形的棺。后来还把这个棺放在水上，而是把它放在了什么地方呢？放在了坑里。但是直到战国时候，当时的蜀王还保留了这样的葬属放在水坑里。我们在成都商业街发现的可能是蜀王家族的墓，他所有的船棺都放在一个水池里，就放在了宫殿旁边。这个水池只有2米深，再加上整部殿墓，它这个棺的直径，两个加起来，棺和棺盖的直径就超过了那个坑的深度。它这个一个棺的都就是2根楠木，每根楠木的直径在1.5米到2米之间。你想它各取消掉1/3，一个做棺，一个做盖，两个加起来就超过了2米了。所以它有一部分是在坑口以上的，它是一个露天的墓葬。那个时候是个人工的水池，早期可能就是自然的河流，自然的河流把这些棺可能就带走了。所以我一直很希望在有些回水区去捞一下，就钻探一下，看底下有没有沉下去的船。但现在还没有顾得上来做这件工作。我一直怂恿他们三星堆的考古学家，沿着河去钻探一下。但是到了金沙时期，藏书就发生了改变。但是这个改变是个渐进的过程，土葬逐渐的增多，船棺的数量也是逐渐的增多。这是一个渐进过程，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所以12桥文化和三星堆文化，人们的丧葬观念已经不一样了。好，第3个问题，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三星堆金沙遗址的特点和价值，把它放在一起来介绍。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它们都是位于成都平原的沱江冲积扇和岷江冲积扇上，西北至东南向的这么一个河流走向，决定了它临河的这些城都不是正方形的，都不是正南北向的，都是斜向的，因为它要就这个河流的走势。我们看都江堰那边流下来的水都是向东南方向流去，然后遇到龙泉山再转一个90度，又回到岷江里面。这样的一种形式决定了它的方向感。三星堆、金沙，它们很多的就是物质要素，包括城市，包括宫殿，包括墓葬，它们都不是正方向的，而是斜向的，这和这个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除了这些以外，三星堆和金沙的就是主要的特点有这样3个。第一个，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都位于一条大河的南侧。三星堆遗址北面是靠鸭子，金沙遗址北面是靠古西江。不过呢，更值得注意的是，这2个遗址都有一条河从城市中间穿城而过，把城市分成2个区域，北面是河北区域，南面是河南区。城市里面有条河是很不方便，它必然是某种信仰驱使他这样做。你有河就得架桥啊，要么就得摆渡啊，反正不太方便。但是
他这样做，以后的成都也这样做，它应该是一种文化传统，是三星堆和金沙的特点。所以我们现在到三星堆遗址去看，现在遗址公园正在建设之中，明年年底以后可能就能建设，大家就可以看见西水门、东水门这两个水门点，就是这条穿城而过的河流，它的遗迹。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的城址具有相同的功能分区，它们的北城区都是大型的宫殿建筑，宗教的遗存少见，所以我们认为它的北城区是世俗的区域，南城区都和祭祀相关。三星堆有三星堆的祭祀坑，实际上这些坑都是埋藏祭祀器物的，严格说不是祭祀坑，但是它原先的祭祀场所在城市的南边河的边上。金沙遗址也是这样，它的祭祀区就紧贴着那条河，在河边祭祀。我们现在到金沙遗址里参观，它那个遗迹馆，就是在河边上，所以现在金沙遗址在地馆进行改造，跟三星堆建遗址公园同步进行。就是因为以前90年代的建设，我们当时对这个遗址还没有理解，它在河边让大家要看见河，看见在河边祭祀的这么一种场景。当时没有意识到修了一个建筑把它和河阻断了，大家看不见河了。现在要重新把这个墙打开，让大家能够看见，能够明白金沙人在河边祭祀，这是和三星堆人是一样的，他们的习惯。第二个特点，三星堆金沙遗址都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大量与宗教相关的遗迹和遗物。三星堆的宗教祭祀场所，也就是神庙里面的像社、陈设以及埋藏这些神庙之物的器物坑。金沙遗址则是完整的河边祭祀场所，以及为这个祭祀礼仪服务的高级手工业制品的制造场所。这些就给三星堆和金沙赋予了强烈的宗教祭祀的色彩。现在我们看见都认为三星堆人好像天天都在做祭祀，金沙的人天天都在做祭祀。我们是被这个毫无发现蒙蔽了眼睛。主要的还是要生产，还要打仗。祭祀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我们碰巧挖到了这个东西，其他遗址没有挖到，所以我们不清楚。但是我想，如果我们挖到了，它就差不多。所以三星堆的特殊性有好多是我们给赋予的，是它的发现的特殊性。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宗教祭祀的像圣和陈设有它的特点，它不仅把祭祀的对象，也就是神像给制作出来了，还把自己祭祀的主体人像也给做出。我们一般来说，我们现在的神庙，我们现在的佛教、道教，还有我们的这些宗祠，我们进去看，他们的最里面都有神像，那是我们祭祀的对象。前面摆的有祭祀的用品，香炉啊、烛台呀，古代当然还要摆酒摆肉，这装酒装肉的东西，也就是我们桑植的青铜器、银鬼胡盘仪这一套。但是我们把自己做出来，我们最多把我们画成供养人，画在边上，中间还要留给我们真正的人来祭祀的，这是我们真正的人的活动场所、礼拜场所。但是三星堆人不这样，他们把自己也都做出来了。三星堆器物坑出土了接近200个人头像，跟真人大小相同。
当的人头像。这些人头像过去都是插在人的身体上的，是有木头的身体的。那么他为什么要把自己做出来？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觉得是不是我们偶尔到庙里去祭祀一次，显得不那么虔诚，把我给做出来了，1年365天都在那个地方，足以表现我这个虔诚之心，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涉及到古代的神学思想。我们都知道这个神是我做出来的嘛，我们做的木雕，我们做的青铜，把它做出来。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崇拜它？我们一定是在想，必须有这样一个用贵重的东西制作的，精心制作的这样一个雕像，神的灵气才能附着在它，倾听我们的说法。但是我们也想，我们的这个精神也应该附着一个东西，才能和神对话。所以我们也做出铜的、木头的，这样的一些身体，使我们每一个人对应一个，好和神对话。会不会有这样的思想？我觉得也应该进行研究。当然，这是一些可能性，供大家参考。第3个特点。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了大量前所未见的重要文物，这些文物的造型特点非常的鲜明。好比我们看见了三星堆，就是那3个突目尖耳的大孔变相，那2个招风耳，2个耳尖之间有1米4，最大的那一个，这只是个脸壳子。你想他那个神像的身体到底有多大？那一定是非常的壮观。所以他们复原出来，大概就应该像下面的这样的复原青铜器一样，是人手鸟身的，中间一个大一些，两边一个小一些，组成的1组2重的这样一个3神体系。我们现在到庙里面去看。我们的好多的神像，中间一个主像，两边2个胁侍，或者再加2个弟子，再加2个护法，就是一个主像加2个为一个基本盘，来进行叠加。三星堆人已经有了这种3神的崇拜，就在我们这种3神体系里面，我知道的是最早的。三星堆遗址的组合统计是三星堆人的创造力的一种体现。三星堆人基于自己的木雕造像的传统，我们中外学者都一致的指出，三星堆人我们现在看见的只是青铜的艺术，实际上还有木雕艺术，它的青铜艺术源自于木雕艺术，并且和木雕艺术可能还并存。那么三星堆人这一种艺术，就是如果我们把木雕这一部分给它复原，那一定是相当的绚丽多彩。那么三星堆人的另外一些创造，它是善于把人、动物、器物这些叠加在一起，而且一般来说单器物它是一个向上的叠加。另外呢，它还不止一个器物，它这个器物之间还会形成一个呼应。我们看，这边的这件器物，前面这个人是我刚刚给他复原上去，我认为他应该是这样，因为他2个手拉着东西，整个腿在用力往前走，应该是一个签寿人。因为我们在其他的这个兽前面都发现的有签寿人，像这里有签寿人，一个兽有一个人，这个兽还没有，这个大小体量跟它差不多相同，很可能是一个签寿人，它是插在一个座子上，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些器物
之间还有组合关系。像这一件器物，它表现的是一个小神带着当时的得到赐命的大概是国王一类人物，从天上下来，所以他踩着这个云朵，这个鸟头状的云朵，像飞天一样下来，落到这个祭祀的这个器物上。这些人是往前走，跟这个可能会形成一种呼应关系。所有的这样兽头都仰着头往上，这些当时就不是孤立的器物，他们是一组的器物，彼此之间都有组合关系。三星堆人把他们的一个想象的世界，用青铜、用木雕，这种形象的表达了出来。这是我的其中的一种复原方案，我做了2种复原方案，这是其中的一种纵向的复原方案，就供大家参考。第二，我们介绍三星堆金沙遗址对我们中华文明，对我们世界文明的一些贡献。首先，三星堆金沙遗址的人们用青铜构建了，这个字写错了，建设的建，但是被检查出来，所以文章要读才能发现错误。是啊，用青铜构建了基于太阳神崇拜的宇宙体系和天人关系，这是中国广大地区传统宇宙观和人生观的形象体现。在三星堆人的世界里，天好像是个存物，大概是概天说吧。那么在这个世界的尽头，东方有一棵桑树，扶桑树；西方有一棵若果树。扶桑不是日本吗？当时的10个太阳，就写在这2棵树上，轮流派出一个太阳，在世界之班。这样形成一种循环。这种思想见于战国以后的文献里面，但是在文物里面表现的比较早。三星堆不是最早的，在它的前面还有梁族，还有河姆渡，还有高庙文化。但是三星堆文化是最系统、最具象的一种表达。三星堆人已经形成了类似后世的头龙的天人关系思想。前不久，浙江博物馆举行了一个头龙展，影响很大。李林教授给这个图录写的序里面就说到，法国的著名的汉学家沙婉，他一生写了很多书，最后的一本书还没写完，他就去世了。最后的一本书就是《头龙》，他为什么要把《头龙》当作他最后的一本书？他认为《头龙》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关系的一扇窗口，是最关键的触及文化内核的东西。这个是说法是正确的，但为什么是这样？还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后世的所谓的头龙，它是一种什么仪式呢？它是用文字把自己的诉求，当然是统治者的诉求，写在玉板上，写在鎏金的铜板上，当然最珍贵的肯定写在金板上，然后把用金箍子混在鎏金的铜龙上面，甚至金龙上面，然后再加一个玉璧作为礼物，把它丢到神可能出现的地方，不外乎3个地方：山上，山最接近于天；丢到最著名的河里面，埋到土里面。
这个时候统治者他也不知道自己哪条路能走通，他想长生，他想得到上天的更多的恩惠，所以他到处求生，他到处派人去投龙，所有的名山大川都有这些东西，所以现在我们发现了不少这样的东西，泰山、嵩山、华山，衡山都有，当然还在一些次一级的山也发现了这样的投龙的东西。这些东西目前所知最早的是什么时候？战国时候秦国的东西，一共发现了2组，一个是投华山的，一个是投水，一个池塘的。那么这2组上面都是刻在玉板上的刻的字，但是我们要想，它是不是还有更早的渊源？统治者都想和神交往，那么自从大神把天地之间的这个天气给砍掉了以后，人怎么和神交往？他就要幻想自己通过一定的手段来和神交往。早期如果没有文字怎么交往？你后来你派这些道士拿着这个到处丢头龙，到处叫这些金龙当这个马车给你运你的书信。以前没有书信怎么办？我想在没有书信的时候，是统治阶级唤醒自己的灵魂脱离肉体，跟着这些龙这些小神一起到天地那用语言表达自己的诉求，然后再由这些龙这些小神把他们运。我这样讲不是没有道理，三星堆就有这样的文物，在三星堆8号坑里面就出土了这样的一个统治阶级拿着可能是龙手杖，下面是龙头，上面可能是鸟，那么这个他站在一个什么上面呢？站在一条龙的腿上，这个尾巴掉了，尾巴还没有复原，应该这里还有一条尾巴。这样的统治阶级的形象，我们实际上在以后的文物里面还有发现。我们在楚国的文物里面，就有这样的表现。这是长沙子弹库出土的人物玉龙国宝，一个使者，可能是使者吧，站在一个龙的背上，到达天庭。我们看马王堆的国画，也是2条龙在两边，上面是天，中间是人间，下面是地府。实际上表现的还是同样的思想。那么战国到汉代正是这2种思想交替的时代，也就是说语言陈述向文字陈述的时代。有了文字带书信的这样的一种礼仪以后，投龙仪式就逐渐的固化。以后统治阶级就可以派这些道士到处投龙，看看哪条龙带着书信能被神看见，能被神得到，然后神再能根据他的诉求对他进行赐福。这是第一个讲解，三星堆金沙，它实际上对我们古代的这个宇宙观念、天人关系，给我们了更多的信息，使我们提早了过去我们的一些认知。其次，三星堆金沙遗址的遗迹和遗物，还体现了强烈的这么一个亚文明的特征。他们的文化是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这些文化交互作用的一个结果。我们知道三星堆文化的生成
它和二里头文化和齐家文化的南下有关，也和后石家和文化的西进有关。像这样的一个四川盆地的一个最早的青铜文化，它的产生本身就是在两条大河文明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以后它的每一次变化也都和这些河流的中下游文化的刺激有关系。所以三星堆、金沙文化，它们体现的周边中原的关系，正是我们国家文化从多元向一体的一个最好的实物见证。三星堆金沙遗址的时间和地域，它和早期古蜀国大致对应。关于古蜀国的历史，文献记载是语言不详，越早越模糊。秦汉之际以后的古蜀文化传统已经中断。那么三星堆这个和金沙这些遗址，来自于三星堆金沙以后到秦汉文化之间的这样的遗址，他们使我们能够更多的了解到古蜀人的生意模式、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它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一个不足。三星堆金沙遗址除了与黄河流域、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以外，它的大量的象牙有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云南高原或者云贵高原地区。它的红水石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肯定不是来自印度。曾经我们怀疑红水石是不是来自印度，结果通过和我们有的科学家把三星堆的红水石，也就是玛瑙和印度6个矿区的进行了对比，不合，而和我们的北方的燕山矿区是一致的，绝大部分是一致的，有一部分的有少量的是偏西，也就是新的燕山矿区西边的一个矿区。另外呢，我们知道三星堆里面还有一些东西可能来自于更远的地方，这个东西就是海贝。在三星堆里面发现了最多的海贝，我们一看到三星堆的海贝，很多人就想到是不是通过云南、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到印度运过来的，因为这些海贝都采自于印度洋。但是现在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证明，早期的海贝不是从南面传来的，而是从印度洋上路，通过古印度、古巴基斯坦、古阿富汗，然后从我们的古老的丝绸之路，传入到中原地区，也传入到三星堆遗址。越往西，贝的年代越早，数量越多；越往东越少，年代越晚。到了海面上，其实就没了。所以我们的海贝是来自于远方，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这种原料，来自于辗转来自于印度洋。那么伴随着这些东西，会不会有域外的一些其他东西，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就传入进来？这个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和证明。现在我们安排了好些做外国考古的老师，去寻找这方面的证据。现在的证据还不多，但是海贝是肯定的。既然三星堆金沙古国还为世界贡献了一种都城规划思想，影响到了秦汉至隋唐的都城规划。
我们中国古代有2种都城规划，一种是考古界的法纪的规划思想，都城象征着缩小了的九州，象征着放大了的景点，这是法定的思想。另外一种规划思想是法天的思想，都城象征着天上的天象，这个天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天上有条银河，我要在地上找条河，把它对应起来。那么帝王居住在河北的紫微垣里面，河南还有跟天地相通的奇妙。像这样的一种都城规划，在三星堆里面已经可以见到关于在秦的新咸阳里面有比较具体的文献记载。至于它的集大成者，则是隋唐的东都洛阳城。不打篮球就在这里看会儿书。大约在三星堆文化晚期，也就是古蜀人扩建都城的时候，就形成了以东西贯穿城区的河流，象征着天上的银河。西北城区为行政区，西南城区为宗教区的法天的都城规划思想。这种都城规划思想为以后古蜀国的金沙城、古成都城所继承。秦灭8岁以后，秦始皇扩建新咸阳，就采用了蜀国成都的规划思想。所以复旦大学杨宽祥早就指出，成都像咸阳，实际上一个倒过来，咸阳像成都，因为咸阳城筑得晚，成都城筑得早。那么咸阳城是怎么法天的呢？渭水贯都，以向天汉。渭河从都城里面流过，象征着天上的银河。横桥南渡，以发千流，建一座桥，连接城北区和城南区，以象征着天上的鹊桥。就是端门四达，以则之源，就是它的宫殿区，四面都有通道，象征着天上的紫微垣，帝王所居。建极庙，以向天极。你看，全部都和天有关。所以，虽然秦咸阳由于渭河的摆动，冲突了不少，阿房宫实际上也没有建成。实际上，秦新咸阳是一个没有完成的规划，但是这一种规划思想以后一直延续。最后一张图，洛阳、咸阳就是金沙，隋唐的洛阳城。我们文献记载，隋唐的洛阳城这个贯穿都城的洛河，当时就叫做天河，这个都就是神都。那么它的宫殿、宫城、皇城就位于西北边，象征着昆仑。它的南面有一个桥跨越这个洛河，叫做天津桥，就是现在的天津市那个天津天河的津梁这样一个桥。这条大街我们现在我们到洛阳去，天津就是指的这条街。那么隋唐的都城一共2个，西京长安，东京洛阳。隋代的长安叫大兴城，都是一个规划式规划。你看它全是2个规划的不同的2个不同样的都城，它是运用了2种都城规划思想来规划长安城和洛阳城。所以说我们说隋唐是这2种都城规划思想的集大成者。最后我们要做总结了。以前好多地方去讲座都会问三星堆有文字没有，金沙有文字没有。我想我现在就做回答。
就是待会就可以提这个问题，或者是提相关问题。在三星堆二部坑出土了一件人物连山图案的玉章，这个图案我们如果把它放大，把这个图案像古代的图画这么摆放过去，它实际上表现的是一个在祭祀神道里面站的祭祀者的形象。这些人前面排跪着，后排站着，手里都有不同的姿势。但是在他们的下面有一个山形的符号，里面有几个不像是图案的符号，一个像是像象牙，或者是像牛角，还有呢像玉章。文字的出现。另外呢，这里是2只手，这个符号不清楚是干嘛的。还有这样的符号，这些符号有的学者就认为它是文字，不可能是文字的符号，必须有足够的象形数量，必须要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排列，必须它能够和语言按照语法规则联系起来。我们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文普文化、良渚文化都发现了比较多的符号和图形，但这些都不是文字。北京大学的工艺系的龚玉书教授曾经说过，他在良渚的一个会上，他说我们发现了这么一点符号，大家都想和文字联系在一起。他说我告诉你，在西亚文字产生以后，还有2000多个符号在并行使用。我们这点符号比人家那个符号少得多。我们现在没有证据他们是。三星堆文化是夏代晚期到商代晚期的这么一种文化，大概关于这个界限有不同的认识。大概在殷墟3期左右，它的下降。那么这样的一个时期，实际上在我们中原地区，大部分时间也没有发现文字资料。我们发现的最早的成熟的汉文字体系的资料是殷墟甲骨文，以后就是周原甲骨，它的年代已经是商代晚期，商王武丁以后诸王的占卜的东西。那么早期文字，它只在一个小范围内。文字它是如何产生的？一直有2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渐变说，就是文字就是那些原始记事的符号，记录思想的符号，逐渐的繁化，有一天和语言对应起来，就成了文字。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另外一种说法，就是突变说，这些符号永远都不是文字。文字是有一个聪明人，或者有这么几个聪明人，他们因为有这种需求，仓颉要算账的记账的需求，记事的需求，这些需求的时候，就在很短的时间把以前的符号集中起来，再新创一些符号，把它和语言规则对应起来，就形成了文字。那么我还是比较赞同突变说，因为在历史时期，我们很多民族造的文字都是一个人突然的把它造出来。我们古代传说张颉造字也是一个人，没有说是很多个人，就同时期的人。机器人推了这个仓颉出来，仓颉是领导。我想在商代晚期，或者是商代，统治阶级有记录记事的这样一些结果，有这么一个需求，就创造出了这个文字。这个文字最早就在这个记事集团、这个巫师里面流传，外边的人不太清楚。周人和商人交往的时候，学习到了文字。周是商的系统，蜀又是周的系统，
商人称周是西国，是管理西边这些西伯侯这些族群的首领。周人包括蜀人在内的西边的古国，称之为西土之人，他是西国。所以商代晚期的文字只传到了周，还没有传到蜀。蜀参加周人列商的时候学习到的文字，所以金沙的人是掌握了文字。这一个证据，我们可以从金沙的人，或者是古蜀国在周王季建立的一个彩仪，就是虞国墓地，可以看出虞国自己做的铜器，就是虞国做什么这些铜器，他用了一个符号，就是以弓射鱼这样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以箭射鱼那个图形的文字号，和简省号，它仍然是这样的一个符号。另外，它里面已经都用的是古汉字经文。这个情况和以后巴蜀符号大量出现了以后，这个现象是一样的。在以后，就是当时的四川贵族已经掌握了文字，西周以后的四川贵族已经掌握了文字，但是同样他们还有一套符号，这个符号就是我们说的巴蜀符号，或者叫做巴蜀图语。西周的时候，这些贵族掌握的是相当于周的那个汉字。到了春秋中期以后，他们掌握的是楚系文字。关于这一点，最近新的出土资料还可以证明，在在这个成都双园村这个墓地里面出土了2笔青铜剑，这个青铜剑上面都有巴蜀的符号，两边都有，但是同时也有楚系的文字。这就证明这楚系文字是和巴蜀符号是并存的，就是使用楚系文字的人，同时还也使用巴蜀符号，他们是2个体系的东西。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些证据，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三星堆的符号，它应该不是文字，三星堆人很可能还没有掌握文字。好，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谢谢大家。